大家好，我是多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，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饮食健康关系着我们的身体健康，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。俗话说病从口入，想要自己的身体健康，需要保证饮食的健康，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。那么有人表示每天午饭吃多少决定你能活多少岁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一，中国南方人寿命更长。世界著名的医学杂志《柳叶刀》里面讨论过中国人的寿命，文章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在过去25年增长 8.5 岁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，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却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。总体来说，南方地区比北方地区要长，平均寿命排名前3的是海南、上海和广东，排名前10的省份里只有2个北方省份。中国的百岁老人主要集中在长三角、珠三角、东南沿海、川渝地区，都是在南方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？专家认为有好几个原因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北方人普遍重口味，午饭喜欢大块吃肉，蔬菜水果相对少吃，而南方人普遍细嚼慢咽，午饭吃得细致而讲究。这导致什么情况发生呢？大块吃肉、2顿虎眼吃饭的人常常会吃得更多，而细嚼慢咽的人因为咀嚼食物更为充分，更容易得到饱腹感，吃的会更少。2，吃得少的人更容易长命。我们常听老人们说一句话，人的一生饭量有定数，谁先吃完谁先走。想到最近美国一项长达10年的实验，居然还证明了这句话。研究人员将200只猴子分组，一组猴子不控制饮食，让他们放开了吃，想吃就吃，而另一组猴子则严格控制饮食，只让吃7-8分饱。2组猴子的运动量相同，生活环境也基本一样。10年以后，科研人员观察到了这样一个现象，没有管制饮食的那一组，很多都长成了体胖多病的油腻猴子，得脂肪肝、冠心病、高血压的比例极高，而且有一半都死了。而严格控制饮食的那一组猴子，虽然也是猴到中年，但依然体态健康，100只里面才死了12只。华盛顿大学的生物学教授曾经研究过一个小村庄里的特殊人群，莱伦氏综合症患者。你可以将莱伦氏综合症理解为侏儒症，但教授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，莱伦氏患者身材虽然矮小，但他们依然不会患有糖尿病或者癌症。由于生长激素少，所以他们长得矮小，也由于生长激素少，所以他们体内细胞分裂次数也少。癌症就是因为细胞受损导致复制异常，进而产生出了疯狂分裂的细胞。这跟饮食有关系吗？当然有。从莱伦氏综合症患者的例子，我们可以反推出正常的情况。我们吃饭的作用就是为身体提供能量，身体的能量主要用来维持细胞的分裂，吃的越多，蛋白质吸收越多，也就是说吃的越多，你的身体越有能量，也越有多余的能量全数迈向衰老，乃至疾病和死亡。3，我们应该怎么吃呢？有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，黄金8原则，你只用看这一个总结就知道该怎么吃了。1，饿着要比撑着好，瘦的要比胖的好。这句话是年近90岁的肿瘤专家孙烨院士说的。实际上你不需要每一顿都吃得那么饱那么撑，每天只吃7分饱就够了。怎么判断自己吃了7分饱？那就是按照你自己的用餐规律，如果在2餐之间不需要吃其他的东西，一天只需要3餐，那就证明你上一顿吃的是7分饱了。这个度的把握你要自己慢慢尝试，慢慢适应。
2. 适当饮食的开始是减少一口。年近90岁的中南海门诊部主任王敏清医生表示，不要愧对自己的嘴，喜欢吃就吃，只要每次都少吃一口，别贪多，吃到7分饱就没问题。3. 晚餐哪怕不吃，也绝对不要吃得过饱。哪怕你午餐无法做到控制，那么请你一定要控制你的晚餐。美国一个健康专家曾说，晚餐的作用1/4是维持生命，4/3是维持一生的收入。这个说法虽然有点夸张，但它说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好好对待晚餐的重要性比你吃什么都重要。晚餐千万不要吃得太晚，在7点之前最有益健康，因为人体的排钙高峰在晚餐后4小时到5小时左右。如果晚餐吃得太晚，人在入睡的时候尿液无法排出体外，容易形成结石。4. 多吃素少吃肉。国外大学的研究表明，素食者患心脏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几率比一般人群要低，平均寿命比素食者要长4到5年。而且在非素食者中，红肉消耗量更大的人群在总死亡率、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和癌症致死率的风险更高。在肉类里，鸡、鸭、鱼都属于白肉，而猪、牛、羊都属于红肉，培根、香肠、腊肠等都属于人工肉制品。因此要多吃素少吃肉。如果要吃肉，吃白肉比红肉越好，肉制品别吃。如果觉得自己吃太多的肉了，要相应多吃纤维类食物，因为纤维可以减少亚硝基化合物的产生，减少对身体的伤害。5. 饭前喝汤，细嚼慢咽。南方人在吃饭之前一般会喝一口汤，汤入口腔食道胃里，起到很好的润滑作用，方便固体食物的进入。而且喝汤能够增加饱腹感，减少进食量。人的胃部向大脑传达保障信息的时间是20-30分钟，细嚼慢咽能够增加消化系统对食物的感受，提高饱腹感。最新的研究表明，在同等的饭量下，细嚼慢咽的人饭后感到饥饿的时间会大大推迟。6. 每天保证一样的摄入，每天吃够12种食物，每周吃够25种食物。你不用担心吃得少会对营养摄入有影响，只要你保证自己能够摄入多样的食物。每天的食物包括谷蔬类、蔬菜、水果、肉类、蛋白、大豆、坚果等。一天吃够12种食物，或者每周吃够25种食物，你的食谱就足够的均衡了。7. 拒绝甜品、零食、奶茶。我们之前说过，如果你在2餐之间不感到肚子饿，你的食量才是适当的。希望你能够锻炼出自己合适的食量。如果中间吃甜品、零食会让人的胃口变大，而且脂肪含量也会增多。8. 多回家做饭，少吃外卖。你永远都不知道外卖餐厅里的食物为了做的鲜美吸引，放了多少不该放的东西下去。能回家吃饭尽量回家吃饭，不能回家吃饭尽量选靠谱一点的餐厅吃饭。总而言之，凡事都要有个度，对于饮食来说也是如此。吃饭7分饱是非常科学的一种饮食法，如果能够配合低脂饮食，对健康会非常有利，所以一直坚持下去吧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制作视频不易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